护卫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4品带刀护卫，大内皇宫无需腰牌，可以任意行走。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。展护卫来此何事？奉包大人之命，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。什么？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。要是展某硬请的话，恐怕你会自取其辱。放肆！本宫乃当朝驸马，别说是你了，即便是包大人，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。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，驸马爷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，以我的脾气，随时让你血溅当场。展护卫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本宫随你去就是了。走吧。公主，启禀公主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驸马爷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带到哪里去了？开封府。香莲，公孙先生，快请进来。春哥冬妹，来，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。好，来，跟我来。叔叔带我们去玩。大人让我过来，交代几句话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大人即将升堂，审问那陈世美。依照惯例，原告必须在场。我会去的。不，大人不让你去。为什么？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，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。让原告在场观刑，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。然而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。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。只怕未必见得吧。公孙先生，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，10年的玩伴之情，10年的夫妻之恩。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，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？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，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，又是另一回事。香莲，你一路走来，早已心力交瘁，苦不堪言，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？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，痛上增痛，你还是不要去的好。包大人的好意，香莲明白。
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吗？这样最好。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，事了之后，自然会来通知你。公孙先生，请留步。公孙先生，太后若要皇上特赦，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，那岂不是有违上意？倘若如此，那包大人……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，自然早有定见。你无需替大人担心。那秦香莲如何决定？他决定听大人的话，不去关行。很好。大人，学生有话要问，但不知是否适宜。公孙先生，但问无妨。是。大人下令将那陈世美拘捕纠办，固然是大快人心。然而太后早有交代，将请皇上下旨特赦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势必难以面对太后。公孙先生是在替本府担心？学生不敢，只是……公孙先生，我辈读书之人，苦读应试，入朝为官，究竟所为何来？不过是想借着朝廷公器，为百姓黎民烧尽绵薄之力，为世间公理正义略效犬马之劳罢了。大人忧国忧民，学生望尘莫及。不，公孙先生此言差矣。公孙先生学富五车，博古通今，若要图个荣华富贵，何处不能？却偏偏要来到这开封府相助本府，终日绞尽脑汁，暗读劳形，不过落得个两袖清风。公孙先生又所谓何来？学生是感佩大人的高风亮节，而兴见贤思齐之心。不，那是因为公孙先生胸怀悲天悯人之心。至于展护卫，仗剑江湖，快意恩仇，原本何其自在，却甘受朝廷节制、律法束缚，他又所为何来？展护卫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深知大人不惧权势，惩奸除恶，故而投身官府，报效朝廷。不错，你我三人，何尝为了一己之私？如今为杀陈世美而丢官罢职事小，为养臣上意而颠倒黑白事大，维护公理正义，何其之重！计较个人得失，又何其之轻！孰大孰小，孰轻孰重，一目了然。公孙先生，又何须为本府担心呢？大人金玉良言，发人深省，学生获益良多，永志不忘。母后，快去救救驸马吧！别着急，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。不行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
保正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。什么？来人呐！在。摆驾开封府。是。包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？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？驸马爷休要动怒，让本府先为你引荐。公孙先生，两位请。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。驸马爷状元及第时，也未回我泸州报喜，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，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圆通。圆通大师，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，正是驸马爷忌毒之处，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。包大人，老衲与嫉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，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。孙大人，大师，有劳两位坐镇认人。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，两位请先回房休息。是。阿弥陀佛。两位请。驸马爷，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错，本宫承认，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，但本宫乃当朝驸马，金科状元，这可一点不假。那是当然。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，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？包大人说的可是那3桩命案？不错。本宫早已说过，那3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。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，也是如此说的。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，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，又有何用？这3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，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。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，还要与驸马爷对质。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，岂不显得心虚？哼，既然如此，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，又有何不可？好，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。来人呐！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带人犯魏明，带人犯魏明上堂。魏明，犯官在。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，在本府公堂之上谈成罪状。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？犯官都已认罪，包大人
何须再审？在你供词中判成以下罪状，本府一一再作提示。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，可当堂向本府提出。你可明白？犯官明白。据你供称，公主有心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，你查明她早有妻小，于是寻得与她同名同姓、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，将他二人学籍互调，由状元冒名顶替招为驸马，可是如此？确实如此。为防遭人揭发，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，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，可是事实？是。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，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，你将他收埋做出伪证，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，是也不是？是。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，宁愿撤回告诉，返乡回家。你为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，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三人，可有此事？回包大人，犯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，可确无成功。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明，而自尽身亡，秦香莲母子三人才能苟全性命，再向本府提出告诉。以上供词，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？没有，犯官一概认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当下听判。且慢！怎么？你还有话要说？包大人，犯官虽然坦诚罪状，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！住口！是否与驸马有关，本府自会决断，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？魏明，你身为驸马府总管，却无视于朝廷律法，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，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，犯下欺君大罪，3条人命遇害，2户人家遭殃，罪孽深重，法所不容。本府以大宋律例，判你扎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护持他伺候。是。
娘，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？不行，包大人说过，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啊。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，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。是什么坏人啊？娘也不知道。不过春哥长大之后不能做坏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和冬妹就在屋里玩吧。啊，去玩吧。我就来扎扎吧。让我去玩拨浪鼓。快点，来，走。驸马爷，包大人，方才为民审讯、宣判、行刑之时，驸马皆已目睹，不知驸马以为如何？那魏明罪大恶极，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，本宫佩服。驸马不及佩服本府，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。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，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。无论有关无关，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。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？本府手中有一诉状，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，抛妻弃子。驸马正是本案的被告，不知驸马可有辩解？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，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，并不知情。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，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。哦，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？包大人，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？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，本宫也无话可说。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。在包大人公堂之上，本宫岂能狡辩脱罪？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。且慢，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。如今，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。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？冒名顶替，平区再取，欺瞒皇亲，欺君罔上。包大人，你此案不需原告，人人皆得以揭发。本府执掌开封，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。包大人，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。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，却见你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，叫本府如何能行？包大人，你这是明设了圈套，让本宫步入陷阱。住口！若不是你贪图荣华富贵、泯灭天良，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？包大人，本宫乃是当朝驸马，皇亲国戚，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。驸马，你看清楚了，皇上御赐
龙虎狗3口铡刀。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如何审不得你？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，请皇上裁夺。展昭在此，你休想逃走！来人呐！在。摘掉他的官帽，脱去他的蟒袍。是。包大人，你。陈世美，你既蒙天恩，高中状元，就该光宗耀祖，一家团圆。你却贪图荣华富贵，抛弃糟糠之妻，冒名顶替，入赘皇家，泯灭人性，杀亲灭子。似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，忘恩负义之徒，若是让你侥幸脱罪，逍遥法外，则天理何在？国法何存？如今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龙头铡伺候。是。包大人，包大人不要！包大人开恩呐！包大人。包大人，包大人开恩！包大人开恩呐！太后驾到！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公主救命啊！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包拯，臣启太后，公堂之上，自有朝廷规制，如今更有皇上御赐铡刀在此，请恕包拯未依大礼参拜。哀家不是来收你大礼，哀家是要问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回太后，包拯正在升堂审案，依法行刑。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，大刑加身？回太后，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。大胆！驸马乃是皇亲国戚，你无权审他。太后，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，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，圣旨随时会到。眼前当下，包拯并未接获圣旨。圣旨未到，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？太后，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包拯，来人呐！在。抢人！斩护卫！属下在。公堂之上，若有任何人敢接球，当场格杀无论。好一个包拯！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，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，悔恨终生。太后，太后，请看。这公正廉明4字，绝非门面摆设、官样文章。这开封府府尹官印，更是皇上所赐、朝廷所颁、百姓所托、国法所记，又岂能因那陈世美一人而横招变故？
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。太后休说的顶上无杀，便是要包拯赔上项上人头，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明正典刑。来人呐！在。开打！是。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太后救命！公主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公主，圣旨到！包拯，圣旨已到，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，连圣旨都不顾了吗？阴门！包拯！母后。倘若包大人将世美正法，那从此以后，我那2个可怜的孩子就永远没有爹了。大人果然实现了他的诺言，没有让陈世美逍遥法外。只是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。大人进宫之后，会遭到什么样的责罚呢？难说。罢官去职在所难免。若是针对抗不接旨而论，只怕会有性命之忧。难道大人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果吗？大人知道，知道他还要去，这就是大人与众不同之处。为了法理之争，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。早知如此，我干脆一剑杀了陈世美，重返江湖，免得连累了大人。不，詹护卫，大人就是不愿意见你动用私刑，否则也不会如此坚持，将陈世美处死。在大人心中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远远胜于其他。如此说来，是我害了大人。不，也不尽然。依照大人的脾性，原本就不会放过那陈世美，只是不至于顶撞皇上罢了。公孙先生，难道我们对大人进宫面圣之事就无法帮助吗？难。大人与太后直接产生冲突，明知圣旨已到，却不肯接旨。皇上虽然对大人颇为器重，却也不能不维护皇权。
还有一线希望。什么希望？快说！八王爷。对，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若说世间还有人能说动皇上改变主意的，恐怕只有八王爷。我马上去见他。张护卫，你有出入进宫之权，不妨陪同八王爷一同前去，我在这里善后。包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那陈世美是朕的亲妹夫，你要杀她，不先向朕禀奏，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？太后亲自赶到公堂，却也拦不住你，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？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，你竟敢抗旨不接！包拯，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？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？臣罪该万死，请皇上降旨，将臣赐死，以息盛怒。没这么简单！你以为一死了之，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、欺君犯上、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？朕若治你死罪，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，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。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？当然，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？臣不敢。好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。臣遵旨。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？不知皇上对驸马所涉之案知道多少？哼，你倒反问朕。皇上，包拯要杀那陈世美，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。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。好，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，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，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。臣遵旨。皇上，那陈世美用心不善，禽兽不如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，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。原来如此。朕当初虽然恼他冒名顶替欺瞒了朕，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。如今看来，他的确该杀。谢皇上。且慢，朕并没有原谅你。八王爷到！皇叔，幸好本王及时赶到，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，大宋的擎天之柱，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。皇叔何出此言？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，就不会有此疑问。皇叔，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，可包拯却仍然有错，而且错的不可原谅。哦，皇上何不说来听听？那陈世美虽然该杀，毕竟是朕的亲妹婿，他要杀他，为何不向朕禀奏，然后依法论罪？哼，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，太后与公主的维护，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？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，他却丝毫不讲情面，而且当场顶撞。皇上，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，曾颁下禁令，后宫永远不得干政。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。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，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？
包大人铁面无私，谁人不知？即使顶撞了太后，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。包大人又何罪之有？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，他却下令掩门不接，如此已是抗旨之罪。皇叔，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？这一点，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。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？包拯，你就说给朕听听，你还有什么说辞？启奏皇上，那陈世美的罪行，非但包拯要杀他，哪怕放诸四海，只怕人人皆曰可杀。然而，皇上所下旨意，却是赦而不杀。包拯若是抗旨不遵，势必有损皇上威仪。包拯若是遵旨而行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，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、护短徇私的骂名。包拯身为人臣，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？左右为难之际，包拯只有下令阉门。只要尚未接获圣旨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。包拯实在万不得已，还请皇上圣察。的确是朕错怪你了。皇上，既然如此，还让包大人跪着吗？包卿，你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？太后那边，臣会进宫请责，以息太后之怒。那就好。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，等太后气消了，再去也不迟啊。是，包拯明白。